面对俄军在赫尔松地区的大撤退，乌军却一反常态的没有任何追击。对此，有消息称，美俄已经在私底下达成了协议，乌克兰不得不听从美国的命令，停止对俄军的打击，这才没有进行追击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俄军放弃赫尔松地区，要求俄军士兵向第聂伯河左岸撤退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认为俄军这是在赫尔松地区打不过乌军才这样的。但是作为当事人的乌军却一反常态的没有称自己取得了这次的胜利。面对俄军的撤退，乌军反而说这是一个陷阱，俄军是在摆出一个空城计来诱惑乌军。等到乌军真的乘胜追击过去的时候，就中了俄军的圈套，会被一网打尽。所以俄军在第聂伯河开始大规模撤退的时候，乌军真的没有任何的动作。要知道，在这种渡河行动中，一旦乌军开始打击，那么处于河中间的俄军几乎没有任何的还手能力，停在中间只会被击沉，后退或者前进只会挨打。从俄军开始撤退到现在，俄乌双方都没有任何的大规模交火产生，这在战争时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乌军向无人防守的赫尔松地区推进速度，甚至要比俄军渡河时的速度更慢。不过有人认为，这是因为俄军在撤退的路上埋了大量的地雷，由于清理这些地雷需要大量的时间，所以才会让乌军现在没有任何的动作。但是泽连斯基办公室中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传出，说乌军之所以在赫尔松地区的进度这么慢，根本就不是因为地雷，而是在履行乌克兰的义务。因为美国和俄罗斯已经达成了协议，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军只剩下了最后的5000精锐，执行殿后任务，并最后一批撤离。这对有着数万人的乌军来说并不构成威胁。但是乌军禁止使用机动部队对他们发起打击以及使用弹药，只需要做到慢慢的朝前方推进就行。如果是这样，赫尔松战场一反常态的情况就能解释得通了。原来是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协议，而作为美国打手的乌克兰自然要听大哥的话，不能对俄军动手。对于美俄双方达成协议这点，其实早就有迹象表明了。美国等西方多国先是一反常态的没有支持乌克兰必将会获胜，而是认为乌克兰没有夺回领土的能力，希望乌克兰能够通过外交的途径和平解决这场冲突。与此同时，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数量也大幅减少。先前说要给乌克兰提供的大批军援都成了空头支票，一边说是库存不足正在生产中，一边又说是为了避免冲突升级，只能够给乌克兰提供一些用于自卫的防御性武器，免得给了乌克兰导弹和战机之后去袭击俄罗斯的本土。而在另一边，西方各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却越发的暧昧了起来。先前一个个的恨不得全面制裁俄罗斯，但是现在都找俄罗斯来合作了。先前的制裁到现在已经成为空谈。不过这样也能理解，欧洲各国因为制裁俄罗斯导致物价飞涨，能源价格更是一路飙升数倍。不仅很多家庭取不起暖，就连工厂都因为承担不起能源费用而停止生产。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，导致西方民众对政府不满，纷纷上街游行示威。英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接连换了3位首相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美国现在的状况更是比其他国家还乱，不但通货膨胀居高不下，还遇到了中期选举。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阵营为了拉票用尽了手段。其中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直接放出大招，我当选了总统，美国会停止给乌克兰送钱，并且让他把钱都给美国还回来。而这些民众自然是很支持的，因为美国现在都成这样了，还想着往外送钱，让他们很不满。应该换个总统，把美国送出去的钱都要回来补贴家用。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为了稳住自己的支持率，自然也得暂时稳住这些民众，减少甚至是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，等到选举完了之后，什么都好说。
不过在战场上，俄乌双方是谁也不服谁，想要通过彻底的和平谈判解决这场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在美国的协调下，俄乌双方应该是达成一个临时停火协议，最起码在这段时间让大家都能喘口气，大家展开各种合作，把损失都弥补回来，把各自的烂摊子都解决完之后再接着打。泽连斯基不断服软的态度就是一个最好的表现。之前泽连斯基曾明确表示过了，要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个乌克兰人，但是现在却主动开口，希望能够和谈。从最开始开出5大条件督促俄罗斯和谈，到现在的正在和俄罗斯商量和谈前提条件，泽连斯基也是不得不和谈。乌克兰都撑到现在，就是靠着美国的军援。美国不给乌克兰军援了，那么欧洲各国都不会给乌克兰军援。而拜登政府内部已经有人很不满继续军援了。迫于压力，美国政府不得不减少或者停止对乌军援。即便泽连斯基再怎么不乐意，也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，万一美国不援助了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眼下还是听美国的，先跟俄罗斯打打太极再说。